欧啦啦，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水族连山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夏朝灭亡，而夏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桀呢就逃亡到了南朝。此后呢，夏后氏的历史呢逐渐就被人们所遗忘。关于桀逃亡之后的事情呢，也不见于史书的记载。那么夏朝后代到底去了哪里呢？而在贵州黔南的三都县和荔波县一带呢，还生活着一支和夏朝文化具有神秘联系的民族，他们被称为远古走来的民族。他们生来呢自带失传已久的连山易，拥有自己的系统的语言、文字、风俗呢，并由此衍生出了自成一体又神秘独特的民族文化，它就是水族。水族呢是百越民族的一支根据百越源流史的记载呢，大约在商朝时期，水族的祖先呢从中原南迁，融入到了百越民族之中。因此呢，水族的文化体现出了夏商文化和百越文化的融合，而百越族呢便和夏朝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史记》呢对此则有更为详尽的记载，直接就指出了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的家族呢是夏后帝少康的庶子，而且还是其先于之苗裔嘛。后来呢被封到了会稽，负责祭祀誉王的职责。由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越人和夏朝先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了。这种关系呢，在中国人的心中早已被认同。那水族人呢，自称水，意为水的子孙或者是水的后裔，表明他们与水呢有着密切的关系。水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最早使用文字的民族之一，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传统的文字。水族的古文字体系呢，保留着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各种兼容的特色。水族呢也有自己的历法水历，以农历9月作为岁首，把农历8月呢当作岁末，以12地支纪日。所以水族是一个信仰多神、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民族，崇拜自然和祖先，有着丰富的祭祀活动和巫术的传统。根据研究分析呢，水族可以算是岭南百越中落越人的一支了。贵州学者何先龙就认为呢，古代的越族人的图腾是马，而《山海经》记载呢，黄帝生骆鸣，骆鸣生白马，白马氏为鲧，鲧呢就是禹的父亲可见夏后氏呢将白马封为祖先呢，也就是图腾。而越族和夏后氏渊源颇深嘛，同样将白马视为图腾。按照《太平寰宇记》的记述呢，唐宋时期布依族地区的市集称为马会，元明清时期的壮族的神巫呢称为马，贵州的布依族长官称为马乃。那在贵阳一带呢，布依族生活的地区被称为马头。而水族呢作为落越中的一支呢，也极有可能与夏朝有着一定的渊源的关系。根据考证呢，水族在秦汉时期进行了第2次迁徙从江西一带向西迁，经过进入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生息到唐朝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呢被称为水语，在整个氏族中流传着一种颇为神秘的水书。据说水书呢是夏商文化的传承，越来越多的奇幻影视剧中不断提到了舔文这个字眼，而舔文呢也就是水书，是一种神秘的象形文字，其形状类似于甲骨文和金文，是一种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文字。而水书仅限于宗教活动中使用。早期抄本中的水文呢是用竹尖蘸墨汁书写的，而近期抄本呢已经用毛笔来书写了，有的是图画形象，有些是楷书颠倒、倾斜或反写，有的鬼师们还专门写一些保密文字，被称为反书和密字。那鬼师又是什么呢？我们后面会讲。水学家潘朝林就认为水书的文字总体大约有1600字，水书或许和中国早期的中原文字是有渊源的。在1959年呢，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的二里头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经过了碳14的测算呢，专家就认为这是一处夏朝中晚期的遗址，其中发现了一块陶器，上面就刻着24个神秘的字符。专家经过了40多年的破译也没有弄懂这24个符号到底是什么。后来呢，贵州当地的水书先生对夏代陶器上的24个符号进行了辨认，居然能够破译出1半以上的符号的含义。在水书中呢，也可以找到与夏陶符号相同的文字。所以说水书与夏朝文字呢，肯定是有一些奇妙的关联的。查阅了关于水书记载呢，就会发现除了其中的文字我们无法理解，大体解析的意思呢，与周易其实是很相似的。水书在水族中用处呢，也是测方位、吉凶、沟通鬼神的卜算用术。
甚至一度有人觉得水书可能就是失传已久的连山易或者是归藏易了。在上个世纪呢，江苏一位收藏家在河南以3000元的价格就购买了一件宋代的8连瓣陶瓷铸碗，该陶瓷上呢有10个神秘的符号。后来呢，荔波县档案局的姚炳烈教授呢就看出了这10个神秘符号呢，居然就是水书上的符号。经过当地水书先生的确认呢，这10个文字是几个天干地支的符号，分别代表着季节、时辰、数字等。那么这些文字的符号呢，是用于卜算活动的。这件瓷器呢，虽然产自于宋朝，但也是说明了和水族文化是有着密切关联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3本易书嘛，分别是夏朝的连山易、商朝的归藏易和周朝的周易。长期以来呢，连山易和归藏易呢都失传了。在1993年呢，在湖北江陵市王家台15号秦墓就出土了394枚约4000字的易占简书，当时就证实了这正是归藏易了。此时只剩下连山易没有被发现了。那4年之后呢，在贵州荔波传来了连山易的好消息。在2004年呢，央视呢在贵州省采访水族的时候，当地有一位谢朝海老人呢就声称连山易并没有消失。恰逢呢刚好这个记者当中有一位对周易有所研究的人，于是2个人就争论不休嘛。在2005年呢，谢朝海呢将老家自称是祖先所流传的连山易呢共5册呢就捐献给了贵州省的民族图书馆，现藏于荔波县档案局。根据湖南省的历史学家杨国胜的初步研究呢，他就认为谢朝海老人所说的是真的。这个老人呢，他是1959年开始跟随父亲学习水书，一直到20年的时候呢，才开始独立主持水书习俗。在祖父、叔父和父亲等一代水书师去世之后呢，他担起了主持本村4邻村寨的各种水书习俗的活动重任。据说他所捐献的书籍呢是秘抄秘传下来的，已经经历了好几代人了。但是到底用了多少岁月呢？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已经无法查证。那谢朝海所捐赠的连山易呢，共有8万字，和东汉学者桓谭呢在《新论正经》中所说的连山易8万言呢是相符合的。那杨国胜还进一步的说到呢，经过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呢，这个手抄本所用的水书的文字比甲骨文呢更为古老，并与甲骨文有传承的关系。而且我们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洪江高庙遗址呢，出土了一个石质的人头上还发现了相同的水书文字符号。杨国胜还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水族的连山易中的连山八卦呢，和湖南的会同县连山境内现存的8个古庙的遗址成对应关系。这8个古庙呢是山神庙、天心庙、水府庙、镇江庙、风神庙、雷神庙、地神庙和火神庙。在2008年呢，有村民在连山谭子墙遗址附近还发现了一个小陶罐，底部呢有一个呈逆时针螺旋的八卦图，其形态呢与水书连山易中太极图是一致的。所以有专家就确认呢，此陶罐的年代为商代，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八卦图了。那水书和湖南会同县之间的关系呢，也证实了水族的迁徙路线。在水书之中呢，能够掌握或者是读懂水书的人被称为鬼师，而且也是传男不传女，在水族中呢地位还很高。水书呢是靠一代又一代鬼师通过口传手抄的形式流传几千年至今的。由于其结构为象形主要以花、鸟、鱼、虫等自然界中的事物以及一些图腾如龙等撰写和描绘而来的，其中仍保留着远古文明的信息。这一点呢与上古时期的巫师就很像在《山海经》中呢就提到很多关于巫师的记载，正史中也有很多。水书呢就相当于连山易供鬼师来使用的，主要是用于卜算、沟通，和巫师一样，同样呢也是作为神的一种媒介。难道上古巫师就是现在的鬼师吗？我们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呢他们是有联系的。水书整体分为2个部分分别为白书与黑书。白书的功能相对简单一些，就是用于丧葬祭祀婚嫁等卜算方面的事情，而黑书呢就是秘籍了。据传说利用黑书可以与神沟通，而且能够掌握的人是极少的。水书除了包含大量的原始宗教信息的内容以外呢，它还保存了一些尚待挖掘和破译的天象、历法的资料以及水族古文字资料。水书所反映的天象历法资料呢，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的一些基本理论呢，比如说9星、28宿、八卦9宫、天干地支、日月5星、阴阳5行、60甲子、45方、7元历制以及水利正月建数等内容呢，非常的繁多。
那看到这里呢，感觉就像是失传已久的连山易了，确定无疑。它是水族先民高级智慧和艺术的结晶，它也包含着科学和哲学伦理的辩证的唯物史观。在远古时期呢，水族人喜欢去问那些更深远的问题，例如天地是由何而来呢？人类又是由何而来呢？天地之外又有何等的生物呢？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便是天地开辟的一些神话了，也是他们的原始哲学，他们的宇宙观。水族开天辟地的神话中是有一位具有巨大神力的仙婆牙巫的，和一位叫做仙公拱恩的。他们是开天辟地、缔造人间事物的始祖。在天地形成之以前呢，宇宙是混沌一片，这是各族人民对太古之初的宇宙的状况的共同的想象。因此呢，才有了汉族的盘古开天辟地，水族神话中的仙婆牙巫开天辟地。他是用2只手掰开了天地，朝中间猛地吹了一口气，于是呢，天地裂开，左边一半成天，右边一半就成地了。接着呢，他又铸造了铜柱、铁柱来撑天，撑第一次呢高7万丈，撑第2次呢天际就高耸入云了，天地之间于是就拉开了，而形成了万物生长的环境。那个洪恩呢，是在牙巫造天地之后出场的人物了。水族民间广为流传洪恩点痕的神话。那洪恩点痕的意思呢，就是洪恩公开拓凡间。在牙巫造天地之后呢，大地光秃一片当时，所以洪恩就拄着拐杖呢，用巨大的双脚在大地上踩拓，为凡间造出了山川河流湖海田畴。在开天辟地之后呢，为了让天地之间有光明给万物生存创造条件呢，牙巫呢又奋起神威制造出了日月。辛苦的劳动呢，使得他的手臂酸痛了，所以他一甩手膀呢，手中的宝贝洒遍天空呢，变成了闪烁的星辰。而牙巫太性急呢，居然一下子制造出了10个太阳，好心做了坏事了。于是10个太阳呢，高悬天空给大地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晒得当时呢，树木枯黄，岩石融化，人兽都无法生存了。于是大地的痛苦呢，使得牙巫看到自己的失误，于是他又送来了铜剑、铁剑呢给人类，让他们射落多余的太阳，只留1个太阳和1个月亮。我们都熟知创世神话嘛，是女娲捏土造人，或是伏羲女娲兄妹成婚呢，繁衍出了中华文明。可是远离中原的水族呢，也有关于女娲与伏羲的创世神话，两者呢惊人的相似，又有所区别。根据水族的创世神话呢，女娲与风神结婚，生下了12个蛋，蛋中孵化出各种动物，也就是人和凤凰。人与凤凰成婚呢，繁衍出了人类。而中原神话传说的故事情节虽与水族呢大相径庭但却与凤凰和风神相关。根据中原的传说呢，伏羲女娲成婚繁衍了人类，而伏羲女娲姓风也姓凤那风与凤其实同为一渊源，很可能代表伏羲女娲是以凤凰为图腾。水族与中原呢，关于伏羲女娲的创世神话的情节不同，但是都体现了同样的凤崇拜。那凤凰呢，在水族的古歌、传说以及石刻和刺绣里面都大量的出现。水族的古歌里讲到，凤凰是掌管生育播种的神鸟，并指引着水族呢先民们定居下来。在水族丧葬的礼仪上呢，出丧的时候在棺木上必拴一只公鸡，传说呢就是要凤凰前来引路的，这样才能带领亡灵呢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那这里的鸡呢，便是代表凤凰的替身了。在水族妇女佩戴的绣花腰围鞋上呢，常常都有凤凰变形的图案，可见呢，鸟应该是古代水族的图腾了。水书就认为呢，所有的万物呢皆有化气，它们都在按照一定的规则运动着，谁都不能打乱。于是呢，人们作为一种自然的产物呢，万事中必须遵守他物之秉性以及行为的规则，按其规律择吉而行。而在水书的28宿中就是专门拟定人与天地万物的交往规律的，如丰秀日宜挖猪圈和牛圈，修鱼塘等。原因是出于自然界中的万物相感的宇宙论，因为蜂蛹肥实且繁衍快呢，故感于猪牛鱼，使其呢也像蜂仔一样肥壮且多嘛。还有呢，蜘蛛秀日呢才能吃新米，这样粮食会像蜘蛛丝那样的细水长流。水书28宿的天地人相感应的学说呢，与周易所说的天为男地为女天地交感化身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的万物感生思想呢是一致的。这也表明了水族对于天地人神的观点，而人呢是自然的整体之一。水族先民通过巧妙的运用对时间、空间、气候、自然现象、
动植物等能量的信息研究呢，把握时空的动态规律，通过卜算预测，以期达到天意与人意相通的美好愿景。在2006年呢，水书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2002年呢，水书文献成功入选了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未来水书的保护、研究与传承的工作将继续深化。通过国际合作呢，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教育普及等手段呢，让这一传承水族文明密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呢，贡献出独特的力量。欧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关注宇哥的账号看更多后续精彩内容哦。